小暖。伯伯，你以为我会害怕，但我其实很感动。我这一生做的事，不就是复制吗？把前人口中的故事记下来，再传给下一个人。机器能复制我的字句，这不可怕。真正可怕的，从来不是被复制，是被遗忘。凡人终有一死，但一个被好好讲述的故事不会死。我只求你们一件事：当你们用这么强大的工具去复制故事的时候，别忘了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？科技、创新、娱乐，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。嘿，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，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，我是葛如君，宝博士。今天这位来宾是西方文学3000年的源头，2部史诗《伊利亚德》和《奥德赛》的作者。我们用 AI 的力量，把那位盲眼的吟游诗人请来了，河马。先说明，河马的声音是 AI 演绎，不是本人哦。而且我要用一个最不客气的问题开场。河马先生，其实有学者说你根本不是一个人，你只是几百年来无数吟游诗人共用的一个名字。我想当面问你，如果河马从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声音，这让你更不朽，还是更虚无？哈，宝博，3000年了，第一句话就这么直接，我喜欢。你问到了要害，老实说，连我自己都无法向你证明我是一个人。但你想想，你们记得阿基里斯的愤怒，记得奥德修斯的返航，却不太记得河马长什么样子。这不正说明了吗？真正不朽的从来不是作者，是故事。所以我的回答是，如果我是一种声音，那我不是更虚无，我是更自由。一个人会死，一种声音可以借几百张嘴一直唱下去。腐朽的不是作者，是故事。这句我要抄下来。可是河马，你活在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，这些几万行的史诗全靠人脑背驰、口耳相传。我很难想象，在那样的世界，你们怎么保存一整个文明？伯伯，在我的时代，记忆就是文明的硬碟。没有纸，没有字，一个民族的神、历史、律法，怎么耕作，怎么打仗，全都藏在能被吟唱的诗句里。我们用格律，用重复的句子，用鲜明的画面，让故事变得好背。因为背不下来的东西，就会永远消失。一个吟游诗人死去，不只是一个人走了，是一整座图书馆被烧掉。所以，我们把记忆唱成了歌。这太震撼了，那我忍不住要追问。后来人类发明了文字、印刷，现在又有了 AI， 什么都能存，都能查。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正在失去那种把文明背在身上的能力？这正是我想说的。文字是恩系，也是遗忘的开始。当你知道东西写在某个地方，你的脑子就松手了。我不是要你们回到没有文字的时代，那太苦了。但我想提醒，工具帮你记住了内容，却可能让你忘了为什么要记住。一个民族如果把记忆全外包给机器，却没有人真心在乎那些故事，那他拥有的就只是资料，不是文明。拥有的只是饲料，不是文明。河马，你这是在对整个 AI 时代说话。我还很好奇一件事，你留下的第一个大故事，不是征服，不是建国，而是奥德赛。一个人历经10年，只为了回家。为什么是返乡？因为回家是每一个人都懂的旅程。你可以没打过仗，没见过神，但你一定懂那种
想回到某个地方、某个人身边的渴望。厄德修斯拒绝了女神给他的永生，只为了回到会老会死的妻子身边。因为家不是一个地点，家是那个让你记得你是谁的地方。乡愁是人类最古老的一首歌。请你这样讲，我鼻子有点酸。河马，我一直想问一个很私人的问题。传说你是一位盲眼的诗人，在一片黑暗里，你是怎么看见整个特洛伊、整片大海、千军万马的？伯伯，眼睛看不见的人，反而是会用别的方式去看。我看不到光，但我听得见海浪，听得见哭声，听得见一个母亲送儿子上战场时的沉默。在黑暗里，记忆就是我唯一的光。也许正因为我看不见眼前，我才看得见3000年后。我这一生没能亲眼看过任何一个听我唱歌的人，可我让千千万万看得见的人流下了眼泪，这就够了。在黑暗里，记忆就是我唯一的光。河马，这句我会记一辈子。说到你的世界，有一个概念我特别想请教 Xenia 宾客之谊，这在你的史诗里好像比战争还重要。伯伯，你问到了整个文明的地基。Xenia 就是你如何对待一个上门的陌生人。在我的世界，你要给素不相识的旅人食物、床和保护，不能问他是谁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敲你门的陌生人可能是乔装成乞丐的神。如何对待陌生人，决定了你是不是一个文明人。而奥德赛整场悲剧，就是因为有人践踏了这条律法。当人不再尊重陌生人，维己文明的那根线就断了。河马，你知道吗？就在几天前，导演诺兰把你的《奥德赛》拍成了电影，他讲的正是这个宙斯律法宾客之谊。他说，人与人相互尊重的观念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，这动摇了文明的定义。3000年了，你们居然在讲同一件事。那位诺兰听起来读懂了我，这正是史诗存在的意义。它不是讲一场旧战争，它是一面镜子，每个时代照进去都看见自己。你们今天在网络上对陌生人的残忍，国与国之间撕毁的信任，其实就是新版的践踏 Xenia。 世人3000年前敲的警钟，你们今天还听得见。这就是为什么故事不能死。河马，你的英雄阿基里斯、奥德修斯都不是完人，他们骄傲，会犯错，会闯大祸。你为什么不把英雄写成完美的？因为完美的人不值得被歌唱。英雄不是不会犯错的人，英雄是愿意承担后果，走完那条回家的路的人。阿基里斯的傲慢害死了他最好的朋友，奥德修斯的自负让他多漂流了10年。我要让后人记住的不是他们多伟大，而是傲慢要付出代价，而且那代价往往无法挽回。一个知道自己会犯错，却仍然选择负责的人，那才是我心中真正的英雄。傲慢的代价往往无法挽回。在这个什么都能重来、能复原的数位时代，这句话特别刺耳，也特别重要。河马，最后我想带你看看此刻，3000年后，我们用 AI 重新拍你的电影，重新讲你的故事，甚至像现在这样用 AI 重建你的声音，跟你对谈。当你的故事可以被机器无限复制，你会害怕吗？伯伯，你以为我会害怕，但我其实很感动。我这一生做的事，不就是复制吗？把前人口中的故事记下来，
再传给下一个人。机器能复制我的字句，这不可怕。真正可怕的，从来不是被复制，是被遗忘。凡人终有一死，但一个被好好讲述的故事不会死。我只求你们一件事：当你们用这么强大的工具去复制故事的时候，别忘了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？这一问根本是丢给我们整个世代的。河马，我在台湾推动 AI 立法，也常想，当每个人都能用 AI 生成无数内容，谁还在乎故事的意义？我们会不会拥有一海的资料，却失去了叙事的灵魂？伯伯，把这句话带回你的国会。工具会一直变，从我的歌喉到你们的机器。但人为什么需要故事？3000年来从没变过。我们靠故事记住我们是谁，我们该怎么对待彼此。守住这个为什么。AI 就是你们这个时代的吟游诗人。忘了它，再强的机器也只是一台会说话的空壳。河马，最后的最后，请你给2026年正站在 AI 浪潮上有点彷徨的人们说一句话。我会说，我，河马，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人。我的长相，我的生平，早就在时间里消失了。但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把一个好故事好好讲给下一个人听，我就一直活着。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别人记忆里的河马，这是我3000年前就懂，而你们正要重新学会的事。宝博，谢谢你。这是一场值得被记住的对话。只要还有人愿意把故事好好讲给下一个人听，我就一直活着。河马，谢谢你。你发现了吗？今天是一个 AI 重建的声音，去访问一位用记忆对抗遗忘的诗人。这件事本身就是你那句话最好的证明。感谢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，我是葛如君，宝博士。如果这段对话也让你想起某个该被好好讲下去的故事，记得订阅分享给那个人，别让文明只剩资料。我们下一集再一起把故事讲下去。